現在的中國叫新天朝觀，如果你給他體面，他絕對還你體面。所以只要能化解中日競爭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就不單只是你自己復興，整個體系地緣關係復興了。維持現狀，你感覺不出來受了什麼傷害，但其實少了很多發展機會。日本他覺得10多年前我跟大陸雖然經貿的談判、各種的交流受阻，但好像也沒有具體的受損。澳洲、美國跟日本台獨的靠山沒有了之後，那台獨勢力自然就會走向消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國大陸對待日本啊，可以說各種的新仇舊恨嘛，而且這完全都是日本主動的挑事。老師掃描他發言不外乎有幾個層次和邏輯。第一個呢，是我們講大格局來看，它代表着右派長期希望日本國家正常化的主張，必須要去透過塑造中國大陸的外在威脅多可怕，它才能夠來為自己日本國內增加國防預算的開支，並且呢，自己要走上廢除和平憲法，增加正當性。因為你看，我們有大陸這個很可怕的敵人啊，所以我們當然要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希望呢美國也能夠來幫他。第二個當然是在他自己的個人意識形態上以及投機上的一種傾向，我就覺得其實日本面臨中國大陸的很多事還是能夠撐得住。就過去以來，中國大陸雖然過去在這個釣魚台的事件也有過一些衝突跟摩擦，就你如果要講說，你看中國大陸跟台灣沒有簽服貿貨貿，那你維持現狀，你感覺不出來受了什麼傷害，但其實你可能少了很多賺錢跟發展機會，但你覺得沒有受傷。日本也是一樣，他覺得10多年前我跟大陸雖然經貿的談判啊，各種的交流受阻，但好像也沒有具體的受損，因為包含他先前不斷的希望要能夠振興日本的經濟，但目前日本的經濟其實是非常的差，各方面的衰落跟倒退，當然就是訴諸在國際上拿台灣牌來當成轉移重點，所以台灣又成為了他的一個利用的手段。但目前整個的中日背景我覺得充分凸顯了當前中國大陸打擊台獨是非常高招。澳洲、美國跟日本這2個台獨的靠山沒有了之後那台獨勢力自然就會走向消亡。哇，想要挺台獨挺得很歡結果大陸呢可能制裁大棒一下去，就馬上就會把日本給打趴。那你說日本有沒有一些可以去反制的措施？那確實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東西都出口到日本，一些呢也是機器性的電子零組件，包含是日常的消費品。這個部分就幾乎跟美國是一模一樣。就日本如果要抵制，日本說我們也不要買大陸的東西，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幅上漲，導致老百姓承擔不起。那當然，但貿易戰一定都是雙方的損失但是在貿易戰、經貿戰整體來說，我認為中方這邊的籌碼比較多因為日本說好，日本我的東西不賣給你。日本可以不賣什麼呢？它一樣是可以不賣比如說汽車，但是汽車對中國大陸無所謂中國大陸對自己的汽車又便宜又好，那還可以不賣第二個，比如說一些電子零組件。那這個部分呢，中國大陸本來也都在逐漸的替代成長，所以就整體籌碼上來看的話中國大陸這一邊的贏面是比較大。那第二個，如果要談到軍事跟政治問題，那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牌就很多了。日本的青津海峽以前中國大陸曾經跟俄羅斯聯合，就是直接開船穿越過去青津海峽，就是在北海道南邊的人跟在本島北邊的人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的海軍從你家門口走過去，他就從日本的中間直接出發到中出日本，必然是產生了巨大的軍事壓力。北方四島的問題，那中国大陸可以跟俄羅斯搞聯合開發，本來就不是你日本所有的就天天跟你談琉球。民进黨整天在那邊講台灣主權未定論，真正在國際史上、國際關係以及法理上主權未定論的是琉球。琉球上面的住民才不是日本人，琉球是有長期的自己文化，就莫名其妙被你這個日本這個政府主動接收了，主動的不合法的統治了沒有任何的正當性。當時還是真的叫做盟軍托管，中華民國台灣呢還是光復來的，但是琉球給日本，那真的當年是盟軍所托管，才是真正的主權未定論。這一次呢，大陸的官方已經強調了，就是說要尊重琉球的原住民，這就是為琉球獨立或琉球自主運動、琉球地位未定論鋪了個墊子。我想告訴我們跟戴清的最大的類比大概有3個點。第一個是黨內的權力基礎部，這一點相當重要嘛。高市他本身在黨內其實沒有派閥，他主要靠的是販售意識形態來鞏固這外交衝突了。我講一個很實際的這個感受，就是說過去你哪來那麼多機會體會？在1年之內發生這麼多國際重要事件，多到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把一個事件做了很多深度的衍生。你差不多這個事件處理完，差不多馬上又跳下一個事。這瓜我跟你講，國際瓜真是吃都吃不完，沒有這麼熱。2025年絕對是個變局。2024年底的時候，最大的混亂就是到底美國由誰來領導？其他國家換領導人，包含日本換領導人，我覺得都沒那麼嚴重。全世界上現在最給力的國家，一個美國，一個中國。第二階段給力的大概就是俄羅斯。
那日本已經老實講，在世界的影響力方面，已經可能到了第4梯隊去。在民進黨的嘴巴裡面，台灣大概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面對現實吧，我非常興奮的一個點是，讀了這麼多的書啊，那聊了這麼多國際地緣政治，到了今年真的都在驗證跟收官，避免赴日旅遊之後呢，到昨天中國赴日機票從大陸飛日本的機票取消了49萬張，相當於短短的3天到4天的時間，從現在到年底的赴日旅遊的大陸客直接已經1/3蒸發了，而且很多都直接把團客整團退团，沒在跟你開玩笑的，而且多數呢都是來回票，70%是來回票。照目前退票的情況呢，到了17號的時候啊，你日本損不損得起不知道，在中國絕對損得起，心態要擺正嘛。那綠媒那青鳥是傻逼你，然後中國光損失慘重怎麼樣呢？中國人只去日本嗎？搞清楚嘛，青鳥拜託。誰像青鳥那麼孬啊？你在俗啦，在1萬元之前抗議說賣國、說舔共、說賣台，叫你他媽青鳥那些沒種的家伙。所以這群傻逼啊，素質不足以為謀，真的是井底之蛙，真的一群啊！完蛋了，趁現在怎麼办呢？現在趕快去訂日本機票，訂啊！你他媽台灣人撐死也搞不出49萬了。日本就是要有錢的大陸人去日本啊，講白就這樣。那長久下來就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大陸會去日本的人，通常他的生活品質還是比較好的，他的收入等級還是比較好的。虽然你可以搞嘛，那為什麼用那種其他的方法去繞過嘛？但他媽的他都有能力去日本，他還跟那邊對不對？他就形成了一種氛圍嘛，就基本上你不是中產，你不會特別想去日本嘛。日本旅遊是不錯的，日本去惹韓國啊，所以高市背後的這個極右翼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韓國國會議長呢，宇原子也是相對反日的存在啊，对日本近期在韓日領土問題上感到擔憂啊，要求日本真誠反省、負責任啊。原因是這樣的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公開發言，宣稱獨島，日本稱主島在歷史跟國際法上都是日本領土啊。獨島呢，日本稱叫主島，目前是由韓國來執行主權，但是日本一直宣稱這個獨島啊，它是有它的主權。這個島在對馬海峽裡面啊，應該算這裡算日本海了，這對馬海峽的北部，日本、韓國，然後過了對馬海峽之後呢，到日本海這裡有一個島叫獨島，所以這事情一直都是中日最敏感的一個神經啊。日本政府啊，最近啊又追加開放了主張獨島主權的領土主權擴建空間，他把向學生下一代人植入錯誤的觀念，敦促日方立即關閉啊。本來中日關係良好的時候呢，這事也沒什麼，因為呢，日本首相呢哪一任不宣稱獨島也是主島是日本的呢？誰不宣稱呢？第二個呢，擴張這個展覽館啊，這也就日本內部的一個事情啊。這個獨島呢，韓國、朝鮮跟日本都宣稱擁有主權的啦，面積非常小，只有0.18平方公里。目前是由韓國長期的派出部隊呢駐守，然後他也對公眾開放參觀。韓國這一次啊，是借中國之勢一起在施壓日本。首先發話的是宇原子啊，李在明先去了日本，不是去了美國見川普嗎？為了化消北京的疑慮，李明博是拜託李在明是他同黨的國會議長，拜託宇原子親自到北京去溝通的，包含 APEC 這件事，韓國是有親日派的啊，那以西院內就親日派，韓國親日派勢力是蠻龐大的，所以我們把這幾件事兜起來，大家要知道這裡面很有意思。這時候中日關係正緊張，日本在獨島方面這個所謂的宣稱，其實是他首相歷來要做的事情，然後還有這個擴建，這裡他們今天在幹的事情，所以這件事情叫做可大可小。結果就在這個時候，宇原子以國會議長之姿啊，帶頭對日本發難。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這件事情只停留在國會層次啊，那也就算了。結果韓國空軍近期啊，在獨島周邊就直接展開了飛行訓練了。結果日本呢，也停止了日本航空在自衛基地韓國空軍飛機提供加油協助這件事啊。原本呢，本月要舉行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與韓國海軍的聯合搜救訓練可能會延期啊。所以懂了嗎？這絕對不是一個宇原子個人的行為，這絕對是李在明在下棋啊。簡單來講，順着這個事跟着要敲打日本，這個韓國的他是最知道怎麼樣見風使舵的。李在明那個經歷可豐富過了，絕食被人家捅，李在明用反華遊行、反北的遊行抗議啊，這是屬於尹錫悅的不民主力量。任何挺尹錫悅的人都是在摧毀韓國民主，所以都要取締。高市早苗下台，日本的右翼現在也收拾不了這件事。高市早苗本來就是右翼推出來的一個代理人的角色，現在高市下台，他們去哪找代理人？找不到，你知道嗎？現在日本裡面沒有人可以代理高市早苗的位置。
所以日本現在內部啊，右翼當然對高市早苗這一波處理成這個樣子有所不滿，但現實的事情就是日本的右翼集體低估了中國崛起的力量跟速度，還有中國的整體的意志的展現。日本人那麼會讀空氣，但是他卻沒有精確的讀到北京的空氣啊。所以我不認為高市早苗是蠢貨，可是問題就在於說日本右翼也沒轍了，如果高市下，那再上來的會是保守派嗎？岸田下就再上來是石破，石破就不是一個保守右翼嘛，石破是屬於中間吧，可能的狀況是要有替罪羔羊，然後呢，高市適度的放軟，右翼要閉嘴。我認為最終妥協就是這個方案。你現在右翼沒有人可以帶你，說要叫小泉進次郎，小泉進上，小泉家算是右翼，他是改革右派，他不是保守右派，他上來你老實講，你麻生太郎更痛苦嘛，中國不會退的啦。他們維新會是沒有入閣，沒有直接性利害衝突。現在高市一倒，你再次跟維新會再談閣外聯合，你的代價要到哪裡去？他提的條件絕對比現在給高市的條件更難，那誰接得了？但是說回頭找公民黨啊，公民黨就是杜蘭你現在這一群貪贓腐敗的家伙繼續的在那邊在朝政裡面嘛，因為高市早苗就平反了一大堆原本極右派裡面那一群貪贓腐敗的家伙嘛，3+1 4個條件都不構成目前高市早苗可以倒台的基礎。那好，怎麼辦？就要找背鍋俠嘛，道歉認錯這是基本，然後誰讓首相去講這個話，導致日本必須道歉認錯，那個要切腹嘛，對，以前叫切腹，現在叫辭職滾蛋。個人判斷高市在這一局裡面還沒有下台的空間，除非他的內部的支持有變，他們有新的代理要上來，如果沒有的話，那我不認為高市會倒台。但是呢，道歉認錯收回，有人要背鍋那是肯定的。這一次如果日本不道歉，等於是在習近平頭上撒尿，因為道理很簡單嘛，我才剛剛跟你見過面，在推進中日韓 FTA， 今年初到現在3月、5月、10月到11月，非常給面子。中國是最給日本面子的，農業部長定期會、經貿會談、貨幣互換、元首峰會，所以這次是不可能退。我告訴大家，這一次對日本這個態度的決策會這麼硬，會這麼快，會這麼猛，這絕對是習近平親自下令的。福建艦當初採電磁彈射還是蒸汽彈射這件事情，大陸央視官方的新聞裡面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決策，實在話嘛。如果今天中國國家元首親自出面跟日本首相見面，為的就是要把中日韓 FTA 給落實下去，見完面才剛剛宣布要繼續落實推動中日韓 FTA。我說實在話，習近平真的很想一件事，就是說你美國趕快離開，好不好？在亞洲就是本來我們中國就在那邊過得開開心心、舒舒服服的，你少來那邊亂。那你今天既然川普已經滾了，已經閃人了，你有沒有駐軍我沒那麼在乎，但我更在乎的是和氣生財嘛，把他們關係固定下來嘛。所以我說實在，今天高市搞這一出哦，我認為習近平是非常不滿的，而且呢，打從心裡看不起日本。你這敬酒不吃吃罰酒，如果你給他體面，他絕對還你體面。他有這種大國心態。現在的中國叫新天朝觀。我不是說中日韓要和解，是穩住。現在北京最想要的就是中日韓的穩定。北京、首爾、東京在同一條緯度線上，所以要怎麼穩住整個中國東北這一塊？中日韓加上朝俄，朝俄現在中國抓得住了，韓現在偏過去剩日本，這個東西穩住中國的整個地緣的基本盤，就剩台灣問題，而且剩額可以同時處理。但是呢，先同步處理那是正常，所以現在在同步處理，既處理台灣問題，也處理日本問題。因為在歷史上中國最強盛的時候，中日韓絕對是和氣融融的一塊，這個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絕對的地緣的效應。除了歷史因素之外，真實的地緣效應。因為在近代以來，日本一直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複雜，而且呢，時而敵對，時而合作，但是多數時間中日是有競爭關係的。所以只要能化解這事情，整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就不單只是你自己復興，你是把你整個地緣關係整個體系復興了。